月薪5万却不敢生病，开着 BBA， 银行卡里躺不满3个月生活费，孩子上着国际学校，自己连体检都要挑打折套餐。这不是段子，是2024年千万中产的真实画像。更扎心的是，你以为的稳定里藏着5个返贫开关，随便一个触发就能把你从有产打回无产。本期视频我们来盘点下中产返贫有哪5大财富陷阱，以及面对这些陷阱该如何破局。第一个陷阱藏在你以为的资产里。2021年，在互联网大厂当总监的陈哥，咬着牙用全家6个钱包凑了90万首付，在2线城市买了套300万的房。他算过账，月供1.2万，自己月薪2.5万，压力不大。可谁能想到2023年行业裁员潮一来，他降薪到1.5万，房贷占收入比直接飙到80%。更惨的是，同小区二手房挂牌价跌到260万，他成了负资产。你以为买的是硬通货，其实是高杠杆炸弹。房价涨时是资产，跌时是债务。你以为有房才是中产，却忘了高月供加低流动性能把你绑在为银行打工的战车上。第二个陷阱藏在创业当老板的热血里。去年离职创业的李姐是某互联网大厂的项目经理，她拿着攒了10年的80万积蓄，开了家网红奶茶店，加盟费35万，装修20万，设备10万，开业时还请了乐队造势。结果呢，半年后商场人流腰斩，平台抽成25%，每月净亏2万。他哭着跟我说，我以前管20人团队没问题，可管店员、盯原料、跟物业吵架，这些我根本不会啊。你以为职场成功等于创业能行，却忘了跨领域创业的本质是用认知盲区赌钱。你擅长写代码、做方案，可不代表懂选品、管供应链。多少中产的积蓄就这么填进了跨行业认知差的坑里。第三个陷阱藏在不能输在起跑线的焦虑里。北京的王女士，孩子3岁就上双语托班，年15万；5岁报编程加马术加钢琴，年10万；小学读国际部，年25万。她常说，现在不砸钱，孩子将来怎么和富二代竞争？可2023年双减政策深化，部分课程停摆，孩子成绩没见长，家里的储蓄倒空了一半。更讽刺的是，他最近刷到招聘信息，某大厂校招明确写着，优先有实习经验、技能证书的学生和国际学校、贵族课程无关。你以为砸的是教育投资，其实是阶层焦虑税。当学历贬值，技能赛道变窄，高价买的可能只是心理安慰。真正能让孩子突围的，从来不是贵族标签，是解决问题的本事。第4个陷阱藏在我有份好工作的侥幸里。教培行业的张老师以前总觉得带高3班等于铁饭碗。2021年双减政策一出，学科类培训一刀切，42岁的他拿着简历跑遍招聘市场，要么岗位薪资腰斩，要么要求接受35岁以下。他跟我喝酒时说，我以前觉得稳定是公司给的，现在才明白稳定是自己给的。你以为公司平台等于个人能力，却忘了行业红利会退潮。经济下行期，单一收入等于被动等死。当你的收入全压在一份工作上，裁员通知就是你的返贫判决书。第5个陷阱藏在我要维持体面的执念里。上海的林小姐月入3万，却背2万的包，租1.2万的公寓，每周下3次人均500的餐厅。她朋友圈里是贵妇下午茶，周末自驾游，可只有她自己知道，信用卡欠了8万，上个月发烧去医院，还要找父母借钱。她跟我说，我不敢不买这些，不然客户觉得我不够格，朋友觉得我掉阶层。你以为撑的是中产面子，其实是伪精致枷锁。真正的中产尊严不是靠包撑的，是靠银行卡里的底气。当你把钱花在别人的眼光上，就等于把抗风险能力交给了消费主义的镰刀。这些陷阱在2024年的经济寒冬里变得更锋利了。青年失业率一度突破21%，教培、互联网、房地产等中产集中行业收缩，70成房价连续12个月环比下跌，二手房挂牌量激增60%，房产变现难，保值难。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刚性支出持续涨，而非必要消费却在降级，你的收支差正在被越拉越窄。但我要告诉你，返贫不是命运，是选择。经济寒冬里，我们有3个破局的钥匙。第一把钥匙叫
给风险踩刹车。房贷占收入比别超过 30%， 国际警戒线是 40%， 创业投入别超过家庭储蓄的 20%， 教育支出别超过收入的 25%。 运营指标，把欲望关进笼子里，你才能留足应急弹药。第二把钥匙叫给收入装备胎。别再迷信一份工作养全家，数字经济时代，你的技能早就能变现了。会写方案的接企业咨询，懂育儿的做付费社群，擅长 PPT 的接路演模板。不用辞职，不用砸钱，用你的本事换点抗风险钱。这不是不务正业，是未雨绸缪。第三把钥匙叫把面子换成里子。背2万的包不如存2万应急金，开 BBA 不如给父母买份医疗险。真正的中产体面是生场病不用卖车，失业了能撑半年，孩子读书不用砸锅卖铁。最后想对所有死撑体面的中产说，你不用活成别人眼里的成功模板，你需要的是深夜看余额时的踏实，是失业时的从容，是孩子问爸爸我们会没钱吗？你能笑着说别怕，爸爸有办法。经济寒冬里最聪明的活法，从来不是死撑面子，而是把脆弱变成韧性。我们下期见。